做美国的房东，他们最大的幻觉就是收租就等于赚钱。90%的华人买房子只想着进场，却没有想过怎么退出。普通人买美国的房产的时候，他们只会关注房子好不好，学区房装修好，价格低，看哪都好，结果还是亏钱。别着急，你可能忽略了最关键的问题：这个区域是不是正在走下坡路呢？关注我的视频，每一个误区都源于真实的案例，每一条都可能决定你这套房子是资产还是负担。只看房子不看市场，至少有90%的华人都中过这个误区。他们只看房子，然而却不看市场。很多人都认为，投资房产就是找到一个好的房子，然后坐等升值赚钱。其实这种思路只对了一半。一栋房子再完美，如果放在一个人口流失、就业萎缩、租金停滞的城市，那也可能会变成现金流的黑洞。给大家来看一组对比，在底特律和奥斯汀买房子，结局却有天差地别。一位华人投资了12万美元，在底特律买下了一栋方新的独栋，房子本身条件是非常不错的，结果入住之后才发现，当地的人口正在持续的流失，租客是非常的难找，而且空置率极高。每年都在倒贴房产税，还有维修费用，还有治安是非常的差，然后租金收益不稳定，现金流基本为负数，结局就是这套房子最后成了自动吐钱机，每个月都在烧钱，房东快哭了。相反呢，同样的预算，在德州奥斯汀投资一套小公寓，2020年到2024年，过去的5年房价上涨了70%。奥斯汀的当地人口持续增长，全美增速排名第一，科技企业扎堆，同时带动了就业，租金是年年在上涨，空置率也在降低，现金流是非常的稳定，房价又在升值。两头都在赚钱，租金增值。其实，在没有买房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下功课，搜一搜2020年到2024年底特律和奥斯汀的房价对比，不难看出，以2020年为基准，房价指数按照100，那奥斯汀5年上涨了70%，指数达到了170。底特律的房价5年仅增长了大约10%，几乎是横盘。背后的原因就是底特律的这个区域，它是传统的工业筛落区，经济发展非常的缓慢，人口流失严重，所以没人住。然而，奥斯汀的商业环境非常的好，近几年吸引了很多的企业迁入，人口增长得非常快。我们再拉一下2020年到2024年的数据，全美国城市的人口增长率，奥斯汀为增长的是正方向的12.5%，位居全美国第一位。然而，凤凰城增长了12.3%，亚特兰大增长9.5%。这些城市的人口都在是正向的增长，他们才具备这种房价增长的基础。而在房产的投资当中，选对市场远比选对房子更加重要。同样的道理，在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，即使你买了一个一般般的房子，最终也可能是赚得盆满钵满。比如说，你看到的一个区域有丰富的超市，还有 Lululemon 这些商店，那基本上可以猜测到，这个区域的消费水平不低，房子容易出租，而且租金也比较高，回报率自然也比较好。那问题来了，怎么样选市场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，优先关注城市的基本面的趋势，
包括这个城市近5年的人口迁入的速度，城市的新增就业机会与产业结构怎么样，同一类房产租金的年增幅的水平如何，这个区域内治安的评分、学校的评分好不好，市政投资、交通规划、基建发展的计划是什么？看房子的是买家，看城市区域的才是投资人。你选错一套房，也许会亏几万，但是如果你是选错了城市，可能几年都脱不了手。没有思考退出的策略就买房子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买美国房产的时候，最常问的2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升值，租金好不好？但是他们几乎从来都不问，万一情况不如预测，我该怎样退出呢？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，目前美国的地产市场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业主都苦于无法退出，最终物业变成了长期的负担，甚至陷入了流动性的困境，或者是资金锁死。大多数人都会犯的一个误区，没有思考退出的策略就上车。几个典型的翻车案例：房价明明是已经很高了，市场也饱和了，还妄想短炒 flip， 买入后房价停滞甚至回调，短炒 flip 失败。你想卖掉房子没人接手，只能干耗着。买豪宅自己住，住的时候真香，后续想出租，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出租盈利。豪宅买的就是享受，持有的成本是非常的高，高税、高保险、高维修，租金都不够覆盖支出，转租那就是亏损的。没有锁定固定的低利率，再融资艰难。买的时候利率才3%，后面利率涨到了7点几，结果现金流直接被利息给吞没了，重新贷款成本飙升，很多人对5%的利差根本没有概念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假如我们买一套42万美金的房子，这个差不多是美国目前中位数的房价，20%的首付，80%的贷款，贷款的金额就是33.6万美元。假设利率是3%，那月供就是1416块5毛9。如果利率是8%，那月供就是2465块4毛5。原本房租是2500美元，还撑得住，再加上其他的支出，那就直接变成了负向的现金流。所以说，成熟的投资人在买房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怎么样退场，每一类资产的退出逻辑和思维。如果你想做 flip 的短炒，这只适合在市场上进入上升期的时候操作，千万别在高点的抄底。房价已经涨了一轮的城市，就不要想着再赌短线的翻倍了。如果你想长期的出租，你买入之前就必须跑通现金流的模型，确保即使房子不涨价，也能稳定的收租。如果你想长期的持有，你必须要结合利率的周期，利率低的时候就赶紧锁定30年的长期贷款。房地产的投资最看重的就是确定性，高房价务必要慎重的出租。豪宅可以自住，但是转出租很多时候都是负现金流。建议大家列出3条退租的思维。买房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，是否能卖得出，有没有人接盘，是否能出租，出租的租金是正现金流吗？是否能再融资，这一点是兜底的方案，能帮你释放资金。至少要保障2条道路通畅，才有安全的边际。没有退出策略的投资，就像没有降落伞的跳伞，
飞出去时很爽，落地时那就难说了。这些都是华人布局美国房地产最容易踩雷的几个误区。欢迎点赞和关注关于华人布局美国地产的9大误区系列，能帮您在美国买房子省下一些钱。华人最容易犯的误区全是真实的案例踩过的坑，自住的思维干扰投资，害了出租的收益。看房子不看市场，城市选错了，跳过验房，小问题变成大损失。情绪化的装修，现金流崩塌，租客没筛查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。专注地产投资的创业者，我们只谈实战，稳定的现金流收入才是投资房地产的制胜法宝。超级好用的地产投资万能公式，1%法则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欢迎点赞、订阅并转发。